坚定的锡兵。汉斯·克里斯蒂安·安徒生。从前有25个锡兵，他们是兄弟，因为他们是由同一把旧锡勺融化铸成的。他们个个肩扛火枪，目视前方。他们的军装一半是红的，一半是蓝的，漂亮极了。他们还在盒子里时，听到的第一句话是“锡兵”。这是一个小男孩拍着手叫道。这是他得到的生日礼物。他立刻把锡兵们摆在了桌子上。25个锡兵看上去一模一样，只有一个稍有不同。他只有一条腿，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被铸出来的，锡不够用了。但他凭着这一条腿站得非常稳固，和其他2条腿的兄弟没什么两样。我们这个故事要讲的就是他。桌子上还放着别的玩具，最显眼的是一座用纸板盖的城堡。通过小窗户，甚至能看到里面的房间。城堡前面有几棵小树，旁边有一小片镜子，看来是代表一个湖。几只蜡制的小天鹅在湖上游弋。一切都很精致，但最迷人的是站在城堡敞开大门口的一位小姐。她也是纸剪的，但穿着漂亮的裙子，肩上系着一条窄窄的蓝色绶带，带子上嵌着一枚闪闪发光的亮片，有她整个脸那么大。这位小姐伸展双臂，原来她是一位舞蹈家。她的一条腿高高的抬到空中，锡兵看不见，就以为她和自己一样，也只有一条腿。她正好做我的妻子，他心里想，但她太高贵了。她住在城堡里，而我只有一个盒子，还是25个弟兄合住。那可不是她这样身份的小姐该去的地方。不过，我无论如何得试着跟她认识一下。于是，她藏在桌上一个鼻烟盒后面，从那里，她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位迷人的小舞蹈家。他一直用一只脚尖站着，保持平衡，从未失去姿态。到了晚上，其他的锡兵都被收进了盒子里，家里的人也都上床睡觉了。这时，玩具们开始自己玩耍起来，有的访问，有的打仗，有的开舞会。盒子里的锡兵们也吵吵嚷嚷，想出来参加，但他们打不开盒盖。只有那个一条腿的锡兵和那位小舞蹈家没有动，他仍然稳稳地用脚尖站立，双臂伸展。他也同样坚定地站在他的一条腿上，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。时钟敲了12下，突然，啪的一声，鼻烟盒的盖子弹开了，但里面跳出来的不是鼻烟，而是一个黑色的小鬼。这原是个玩具机关。锡兵，小鬼说：“请你不要老盯着那位小姐看。”但锡兵假装没听见。好吧，等着瞧，明天早上看你的。”小鬼说道。第二天早上，孩子们起床后，把锡兵放在了窗台上。不知是小鬼捣的鬼，还是一阵风吹来，窗户突然开了，锡兵便从3楼直摔下去。这真是可怕的一跤。他头朝下，腿朝上的倒立着，刺刀插进了石板路的缝隙里。女佣和小男孩马上下楼来找，他们几乎踩到了他，但还是没有发现。要是锡兵喊一声“我在这儿”，他们准能找到他。但他觉得穿着军装大喊大叫是不体面的。接着下起雨来，雨点越来越密，最后竟成了倾盆大雨。雨停后，来了2个街上的男孩。瞧，这儿有个锡兵。一个男孩说：“让他坐船去航行吧。”他们用一张报纸叠了条船，把锡兵放在船上，推到街边的排水沟里。2个男孩跟着船跑，
一边跑一边拍手。天哪，沟里的水浪真大，水流也真急，纸船颠簸着前进，有时打着旋，快得让锡兵头晕。但他依然稳稳地站着，面不改色，目视前方，紧握着他的枪。突然，小船飘进了一条长长的下水道的暗渠里，里面一片漆黑，就像他先前待在盒子里一样。我这是要到哪里去呢？他想。哎，这一定是那个小鬼在作怪。啊，如果那位可爱的小姐此刻也在船上，那么再黑一点，我也不在乎。就在这时，一只住在下水道里的大老鼠窜了出来。你有通行证吗？老鼠问道。拿出你的通行证来。但锡兵一言不发，只是把枪握得更紧了。小船继续漂流，老鼠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它吱吱地尖叫着，对飘来的木屑和稻草喊道：“抓住它！抓住它！他没缴过路费，他没出示通行证。”水流越来越湍急，锡兵已经能看到前面暗渠尽头的光亮了，但也听到一种咆哮声，足以让任何勇敢的人心惊胆战。想想看，沟里的水最后要冲进一条宽阔的大运河里，这对锡兵来说，就像我们被卷进一个巨大的瀑布一样危险。它已经离瀑布很近了，船无法停住，小船猛地冲了下去。可怜的锡兵尽量挺直身体，谁也不能说他眨了一下眼睛。小船原地打转了3、4次，水灌满了船舱，船身几乎要沉没了。水已经漫到了锡兵的脖子，船在下沉，纸也渐渐被泡烂了。最后，水淹过了锡兵的头顶。这时，他想到了那位他再也见不到的美丽的小舞蹈家。他耳边仿佛响起了这样的歌声：前进，前进，战士，勇敢地面对死亡。这时，纸船彻底破了，锡兵沉了下去，立刻被一条大鱼吞进了肚里。哦，鱼肚里可真黑，比下水道里还要黑得多，而且非常狭窄。但锡兵依然坚定不移，肩扛着火枪，笔直地躺着。鱼儿扭动、跳跃，做出各种最奇怪的动作。最后，它终于静止下来。一道像闪电的光芒射了进来，光线变得越来越亮。有人大声喊道：“天哪，是个锡兵！”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，送到市场卖掉。最后到了厨房，女厨师刚用一把大刀把它剖开，她用2个手指捏着锡兵的腰，把他提进屋里。全家人都跑来看这位在鱼肚子里旅行过的奇人，但锡兵一点也不骄傲。他们把他放在桌子上，奇迹，他竟然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房间。他看见了同样的孩子们，桌子上放着同样的玩具，还有那座壮观的纸城堡。那位可爱的小舞蹈家依旧站在门前，他也仍然用一条腿站立，另一条腿高高举起，他也是那样坚定。锡兵感动得几乎要流下稀泪了，但那样做不符合军人的身份。他看着他，他也看着他，但他们始终没说一句话。突然，一个小男孩抓起锡兵，毫无理由地把他扔进了火炉里。这一定又是那个鼻烟盒里的黑小鬼干的好事。锡兵站在熊熊火焰中，感到一股可怕的热浪，但他不知道这热是来自真正的火，还是来自爱情。他身上的颜色完全褪去了，是旅途劳顿所致，还是因为忧伤，谁也说不清。他看着那位小姐，小姐也看着他。他感到自己正在融化，但他依然肩扛火枪，坚定地站立着。这时，房门开了，一阵风吹来，
卷起了那位舞蹈家。她像一位风中的仙女，一下子飞进了火炉，飞到锡兵身边，顿时燃成火焰，倏地不见了。锡兵也完全融化了，变成了一小块锡疙瘩。第二天，当女佣清理炉灰时，她发现了这个小小的锡星，而那位舞蹈家呢，只留下那枚被烧得像煤炭一样黑的亮片。